哦，鱼好多哦！这边拍起来很漂亮哎，而且这边的沙子非常的细，它是介于面包跟薄饼的口感，好 Q 哦，很想外带。我们左手边全部都是沙，就很像我们在水族馆里面。这边的海真的是，哇，我觉得4天3夜还是觉得有点不够哎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泰国的 Timmy。每一年的过年呢，都会把家人全部绑架到泰国。这次呢，要绑架他们的地方呢是泰国的皮皮岛。这次呢，会带着家人一起去皮皮岛度假，会在皮皮岛待4天3夜，也会跟大家分享皮皮岛上有什么样的活动。那大家要去皮皮岛的时候，就可以参考这支影片。我们抵达码头了，贴在身上有5张，3、4、5，可分卡，3、4、5，哇，超好的，帮忙搬行李。可分卡เลยค่ะ Where are you from? ไต้หวันค่ะใช่ค่ะขอบคุณค่ะ这边呢是放行李的地方，会统一把行李放在这边，所以如果是带大行李的话也没关系。我们现在在船上了，这条船呢会从普吉岛一路开向皮皮岛。那我们这次选的是渡轮的，就是大船，会比较稳一点，所以花的航行时间也会比较久一点。那上船之前呢会贴这个贴纸，我这次是从 KKday 上面订购，有一个报到柜台，报到完之后呢会给这个贴纸贴在身上，手上也会贴一个贴纸。其实从普吉岛到皮皮岛有其他不同种的方式，那另外一个方式是可以搭快艇，快艇抵达的时间就会比较快，但是呢，行李箱比较容易有掉下去海里的风险，再加上如果怕晕船的话，也会建议搭大型的渡轮。快要抵达了，好兴奋哦！岛屿这样在大海上看起来超漂亮。抵达皮皮岛，上岛之后呢，要付上岛费，1个人20泰铢，会有工作人员在这边收钱。现在我们在皮皮岛的步行街，我们明天想要浮潜。浮潜呢，我们没有带装备，所以我们现在来借装备。然后这次呢，我找的是 Iceland Diver 的这间潜店。这家潜店的位置很都赫哎，就刚好在我们住宿的地方附近。那我们要先来借我们明天浮潜需要用的装备。我们先在潜店里面填资料，跟租借蛙鞋，还有面镜。这个是我的蛙鞋，会帮我们试 size， 可以挑你自己的脚的尺寸。Like no flying after diving, recommend not to massage after diving. Oh. No massage. Really? Why? I didn't know. I went to do massage after I dive. 刚刚他有说他想要知道你的程度啊，而且他也是那种小团的，因为这个是欢带，不是那种教练课，所以翻带其实也可以10个人啊或什么，但这个就是走一个安全为主，就是一个教练带1、2个，或者是他会看你潜水程度。假设你已经潜过4次，按另外一个人潜过30次，那你们可能就不能同一团这样。大家早安，现在我们呢要去坐长尾船。那今天坐长尾船会从早上7点到12点结束今天的行程。这个长尾船呢会绕着皮皮岛周边的小岛，带着我们去探险，就是有浮潜的潜点啊，又或者是玛雅北，就是非常著名、拍照很漂亮的地方，海水最清澈的地方。会有船长开长尾船载着我们去这些点。然后通常这个长尾船大家可以在那个下码头之后呢，就会有一整排有饭店接送的或者是有那种船长，他们就会在那里招揽生意。那大家就可以觉得打一个牌子，对，大家可以就是去沟通，觉得自己 OK 的价钱，跟他预约哪一天要去做这个长尾船的行程。
里是玛雅贝，停了超多船的。这个地方呢，也是一个很著名的电影拍摄场景。在这边呢，因为是很著名的地方，所以这边的船只就停了很多。在这边上岛之后要付那个上岛费，一个人的话是400泰铢，泰国人的话是40泰铢。大家如果是有来浮潜或是潜水，或者这3天活动都是要去国家公园的话，因为这是国家公园的算是入场费，入场费可以使用3天，所以不管是到哪边的国家公园，只要秀你那个coupon，就是你已经付过的话，就可以不用再付一次。coupon可以连续3天，所以大家是有安排3天的行程，可以把那个水上的活动排在一起，就不用重复付。一直沿着走到出来呢，可以走到海滩。那这边呢，也是一个很著名的电影拍摄场景，加上这边也是孕育鲨鱼宝宝的地方。在这边不能游泳，最多就是可以出去拍照，在海滩边拍照。然后水呢不能超过你的膝盖，因为珊瑚礁这边的珊瑚礁会比较刺，所以就是安全起见要在膝盖以下。这边拍起来很漂亮而且这边的沙子非常的细，又白又细。鲨鱼宝宝，我们现在在玛雅湾的外围。这边呢是可以浮潜的，那这个呢是 Shark Point， 就是鲨鱼潜点，有机会看得到鲨鱼。在这个潜点也是可以浮潜跟游泳，船只会停在这个地方，那大家就可以下船去游泳跟浮潜。现在到浮潜点了，看到我们，哦，鱼好多。是维京洞穴，里面有很多燕窝。喝喝看。很噎，连古人都被你吓到，很噎奶。话讲到一半被你吓到。哦，这很厉害耶。这个感觉很解腻。哇，这个很解腻。不用喝太多，这是我的。好酸哦，因为这个呢是没有加糖的，然后就是很健康，很酸，而且很适合夏天，很解腻。没错，因为在现在其实很热。这个呢是刚刚点的奶油鸡，它是这样分量一小小的，然后你是可以配上这个烤饼。这家餐厅在皮皮岛已经经营20年了，我们之前来皮皮岛的时候也有吃这家，然后觉得很好吃，所以就带着家人一起来吃看看。印度料理最经典的就是奶油鸡，我来配上这个烤饼一起吃。它的饼皮好吃哦，很像在吃披萨。它是介于面包跟薄饼的口感，好吃哦，很想外带哦。而且我跟大家说啊，这边的咖喱啊，它有很多不同的种类，除了奶油鸡之外啊，它有10种，我刚刚有算过，所以大家就可以一站式吃印度的各种咖喱。昨天我们也有吃一家，那家的面皮也是很好吃，很 Q， 是不是面包师傅都在这个岛上了？我们点很多样，我们点了3种不同的咖喱，然后还有饭啊。还有点一个，这个是花椰菜配马铃薯，这个也是这个大小的分量。真的很软烂，哇，真的很软嫩，入口即化。这是吃了化骨绵掌的花椰菜以及马铃薯，姜黄翅炒饭。哦，好香哦。你闻起来感觉有很多香料，但吃进去完全融合，但有点微辣。印度式的咖喱呢，大部分都是偏辣一点，它还可以调整辣度。这边的辣度可以调整到非常大辣，或者是你请他做不辣或小辣，或像我一样辣。它是有点像韩式锅巴饭，有一点干扁、干干脆脆、硬硬的。盲点，这个都是盲点，因为都是我点的，全部都是直接点的。让他们点，因为上次吃过，其实我也忘记是我吃的哪一道，但记得就是很好吃。没想到它这么多香气可以融合在一起。不冲突。因为除了这些印度式料理之外啊，它还有卖泰式的，然后排餐、汉堡，我们刚刚还点虾子，它吃起来比较有甜辣的味道。
就像是甜辣粉裹成一个泥铺在上面包起来的那种感觉，它吃起来有一种厚厚的被辣粉包围住的感觉，辣粉面糊的那种感觉。虾子，再来试试看这个cheese鸡，甜 C 啊！哎，你这放很久了还会弹吸耶？嗯，很赞哦，这个cheese。这个cheese超甜 C 耶，就是鸡胸肉吗？对。好嫩哦，胸肉通常都会比较干一点，但是这个鸡胸肉吃起来就是很嫩很多汁，上面还铺满了起司，很赞。哇，推荐大家其实可以点柠檬哎，因为其实可以帮那个咖喱解腻。对，帮咖喱解腻，帮咖喱解个腻，然后再吃下一个。好，全部吃一轮下来，大家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道料理？来一一访问。我吃那个什么扁皮的，酸酱比较好吃吧，比我们那个葱油饼好吃多了。不一样啊！我会选炒饭，我觉得炒饭它单吃或者是加上咖喱都很好吃。炒饭真的出乎我意料之外。butter chicken ชอบกินมันหวานมัน就是你现在吃超饱，但你还想要外带一样回家，你会选什么？起司烤饼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出发去普吉岛上的观景台，总共有3个。走上来的阶梯是一个石阶，这是一路陡上的石阶，高度蛮高的，要一直往上爬。我们到了第一站观景台，还没有到，但是要先付门票。付完门票呢，就可以走进来。旁边这边有个花园区，然后有一些造景可以拍照。然后在这个是观景台1，还有观景台2跟3，在更上面，超可爱，睡到翻肚皮了。在 7 前面吹冷气。这是观景台1，上面写一个 view point， 还有一个我爱皮皮。我们在这边发现了一个植物，有一个国际语言。现在我们在的是观景台2，这边可以看到皮皮岛的全貌。现在在皮皮岛的制高点，很漂亮哎，搭上这个夕阳，很像一幅山水画。左手边码头就是我们从普吉岛下船的地方，右手边呢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去浮潜出发的码头。这一台是我们今天要去搭的船。搭早餐店呢，我们要去深潜，在皮皮岛深潜，很赞。海底世界是另外一个世界。我上一次深潜的时候是7年前，超久。抵达我们的船上了，然后现在要去楼上，从这边爬上去。Walk slowly on the boat. We have stuff to hold on. Yeah. Looks today is going to be nice and flat, but anyway, just slowly. 现在穿好装备了，很厉害的感觉，好像很会潜。有了装备就100分，很会潜。这边都会准备好这个装备，防寒衣、面罩、BCD、氧气、呼吸管，对，这些都会。蛙鞋，教练都会准备好，只要人来就好。对，跟带你的食物。我有准备这个头套，很赞，因为这个头套呢，就可以把头发全部放在里面。没有啊，你有头发套，才不会碍事哎。Looks good. You're not gonna freeze now.
贴心的。 We have fins, we have masts, we have computers. 好 ，Kimi 哦 ，Kimi， 呜 ，very good quality。Yes。哦，小团的，这样可以确保大家的安全。那大家下船之后呢，船就会开走。嗨，他们要去维京洞穴的海底下探险。我们现在潜完2潜回来了，我看到很多鲨鱼、狮子鱼、狮子鱼，还有这个大家知道这是什么？海马，这个是海马，教练会给手势。狮子鱼是这个 ，shark 是这个，还有 triggerfish 哦，是这样，因为它会攻击你，攻击你，咚咚咚咚。很多鲨鱼，还有龙虾，它们看起来都蛮好吃的。哦，很多海胆，黑黑的，一团一团，还有河豚，然后鳗鱼，还有石头鱼、海鳗，还有那个蛇，海蛇，海蛇跟鱼在玩捉迷藏的感觉。就是2只一起。对。我觉得比较惊讶的是，他看到很多鲨鱼，大概上来的时候大概6、7只吧，一起，很可怕哎。对，我就想说你是不是月经来的，血腥味来了。刚好我们要上来，就是做那个 safety stop，就是停留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左手边全部都是鲨鱼，就很像我们在水族馆里面被环绕，然后发现它有点跟我有点近，所以我就开始往后。总之，我觉得这个教练很棒的地方是他很会找这些海洋生物，他都知道在哪里。然后如果有点不太清楚呢，他会给你手势，就是你看我，然后在那边，然后他还会有手电筒这样，所以你就不会没看见。我觉得很棒，是他在下水的时候都会跟我们说可能会遇到什么鱼。对，先帮我们复习一下，事先导览，告诉你说他等一下会指这样的手势表示狮子鱼，这样子是海马。这样大家知道，不要装可爱。下海的时候，因为不能讲话嘛，所以你就是要认手。而且教练时不时都会转过来问你说：“你还 OK 吗？”这样子，对，你就会觉得很放心。对，然后还可以跟你这样子牵着手。这是我们的摄影师，也很帅，很帅的教练，超帅的。这边所有的潜水教练他最帅。对，真的，我看过了，他最帅，他最帅。码头下船这边啊，就是一个市场的概念。大家如果是还没有找到就是长尾船浮潜，都可以在这边找。那如果是要去深潜的话，就很推荐大家去，它叫找，很推荐大家可以去找它深潜，情绪价值又给的很高，整个人心情都好好。我跟大家说，我在普吉岛的时候，那个伙食超好的，但我就是有点不舒服，就是有点晕船的感觉，但我还是很想吃，然后我就吃了又吐，出了又吐，出了又吐，出了又吐，然后闻到自己的吐又吐了一次，总共是吐了3次。但今天很棒，我觉得自己也很棒，今天都没吐，也没晕船，我还准备了一大堆晕船药。对，我准备很多晕船药跟酸梅。这间潜店呢，治晕船也治吐，还治饿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来这边深潜，不用害怕，不会讲英文啊或什么。没错，因为我也不会讲英文，但我可以跟他沟通。对，他会让你懂。他会用比较简单的英文。我觉得很棒，大家可以来。我觉得可以找一个信得过的教练啊，因为每个教练的习性跟配合方式都不太一样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信得过就这个教练，是因为不是因为只有他帅而已。他还有在行前说明的时候跟我们说了很多的安全注意事项啊，包括什么按摩12小时啊等等，就是他会把安全的须知摆在最前面。再加上他有说到一个他们的 BCD， 它是2到3个月就换一次。对，这很下重本，因为有在玩潜水的就知道 Mars 是多贵的一个品牌。对，我刚买一个手表就18000了。对啊，然后那个手表还容易坏。BCD 很贵耶，因为那是保命的东西啊。对啊，像我之前有在潜水，我们就会想要买自己的，因为你跟人家租，你永远不知道这件 BCD 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懂。然后我们快到这间潜店了，从码头走过来才4分钟而已。这间呢叫 Iceland Diver， 我们要在这边等我们的教练回来。颁奖，好学生颁奖。你们今天的肉看起来很厉害。
这烤鸡看起来好多汁哦，中间搭配的这个是泰式的酸辣酱。哦，这个烤鸡很入味，泰式烤鸡加上它的香料味很入味。来试试看牛排，哇，它的牛排一上桌，感觉就非常可口。它油脂又肥，很肥耶，油脂。牛香气很够。但是妈妈跟姐姐都会说这个薯条超好吃。很干，炒得干干的，很干爽。而且大家知道吗？它那个薯条再配上那个牛排带出来的肉汁，很都厚哎。我自己点的还没上来，就一直在试大家的。来了 Thank you。然后这边有一个，它是可以自制你自己想要的所有餐点，然后配成一个碗。它可以挑蛋白质，也可以挑青菜，还可以挑一些佐料。我的就是各种味道，什么墨西哥鸡，然后还有什么烟熏鸡呢，配花椰菜跟紫菜，还配一个那个多利多汁跟芒果。我就是真的认真在选自己想要配料。在吃完午餐，我们来买个香蕉煎饼，想吃很久了。岛上比较贵，一个要90泰铢。我是点 Nutella 的煎饼，然后还点了一个芒果糯米饭。哇，岛上更贵，200泰铢，是曼谷的价钱。刚刚点的 Nutella 巧克力口味的煎饼，还不错，饼皮外层脆脆的，然后再配上那个巧克力酱，有点奶油香气，配上巧克力酱的香气，口感上我觉得不错哎，因为它把上面煎的薄脆薄脆的，吃起来就有那种脆脆的口感，还可以看到它那个最上层一点点气泡。蛮干爽的，但就是有点油，很罪恶的一个甜点。我们现在呢在划独木舟，在皮皮岛上还有另外一个活动，就是可以租借独木舟。因为这边的海域呢算是泻湖类型，所以海域是比较平静的，划出来的话浮动比较没有那么大，所以划起来呢相对的比较舒服。所以我们刚刚就租借了一个独木舟出来划，来看日落。这边的海真的是。哇，我觉得4天3夜还是觉得有点不够哎，因为大部分的行程啊，在皮皮岛就是可以，如果大家没有要在皮皮岛待这么久的话，也是有普吉岛1日游到皮皮岛的。但是上次我来皮皮岛的时候呢，我也是住了大概3天2夜，然后这一次是选4天3夜，因为我觉得其实皮皮岛是一个蛮舒服的。岛屿上次来的时候印象很深刻，就是很喜欢这个小小的岛，然后用步行的就可以环整个岛，然后呢可以做很多不同的活动，像是深潜啊、浮潜啊，也可以划独木舟，也可以就是什么都不做，安安静静的在海滩上放松，我觉得也很棒。重点是这里的水非常非常的清澈，如果是不下水，在船上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小鱼。这趟来是我深潜里面看到最多生物的一趟，就是很多之前没有看过的，包括海马，还有一群的鲨鱼，都是我第一次看到。我觉得很棒，体验感超赞。跟对潜店跟教练，我觉得也蛮重要的，因为教练的经验够的话，他就可以带你看到比较多的海洋生物，因为他会知道这些海洋生物大概会居住在哪里、栖息在哪里，他就可以很快的带你找到。毕竟我们背的气瓶这么重，然后一趟下去累得要命，然后什么都没看到，真的会觉得很伤心。我们现在滑到从岸上滑到这里的猴子沙滩，在这边前方而已。后面呢就有日落，滑出来可以看到另外一边的岛屿。我昨天有看到这家店，这家店蛮酷，它就写只卖面，所以因为我爸超爱吃面，所以我就有看到面。对对对，我们家都是面，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跟我们一丈红茶。我把这个资讯放在这边，还有底下留言资讯栏，可以去吃他们家的面。哦，真的很好，我们从小吃到大，很好吃。吃别人面有点吃不习惯。然后这家店它就是只卖面，然后你就可以选很多的4种不同面，有冬粉、油面，然后扒菜面跟黄面。如果带家人来，然后他们想要吃比较接近台湾的面条的话，就可以来这边吃吃看。对对对，
有蛋鸡虾、蛋加海鲜综合的啊，蛋小卷、蛋虾、蛋鸡肉、蛋蔬菜或是蔬菜，因为有一些是吃蔬食的，就可以点这个。我们现在在一家披萨店，这个披萨店呢是有6种口味，那一片呢是100泰铢。我应该会选鸡肉或者是玛格丽特，你觉得呢？玛格丽特。卡，哎，是2片哦，2片，好分卡。今天的晚餐呢，我们在海边找了一家靠近海边的，然后可以同时划独木舟又可以吃晚餐。在太阳还没下山之前，这边风很凉，坐在这边。然后我们刚才整体吃下来，觉得这边比较适合喝饮品类型，因为它的餐点分量比较少，所以吃起来会觉得稍稍的没这么饱，分量不足。我们刚才点了鸡腿啊，还有东阳意大利面。腿还蛮好吃的，就是有点嫩，但是它没有那么入味。然后再来是东阳意大利面，它也是没什么入味，都没什么东阳味。如果不跟我说它是东阳的话，没有发现它是东阳，就是一般意大利面配上辣粉的感觉。哦，大家可以点柚子沙拉配上虾子。那一道菜呢是几乎每一个餐厅都不太会雷的，因为柚子很甜。然后又甜甜酸酸的，很开胃啊！我们点的饮料都蛮好喝的，我们刚才点了百香果，然后还有点 lemon soda， 就这2个样喝起来蛮好喝的，蛮适合大家来这边喝饮品，因为它有 happy hour， 再加上大家几乎好像都是来这边喝饮料居多。happy hour 它只有5个选项可以选，5到6个鸡尾酒可以选而已。古人说选择太少，所以他也不点了。那大部分都是这个，就大家坐在这边秀啊聊天看夜景这样。这个呢是我们这次在皮皮岛上的住宿，一个海边小屋的概念。房间前面有个小阳台，我觉得不错，可以晒个衣服。因为去海边玩一玩，这边就会有很多衣服需要晾。饭店出来这边呢，就是海边。入住的时候要付押金，是2000泰铢，退房的时候会归还。这个是我们这次在皮皮岛上的住宿，有一个双人床，前面这边有个平台可以放一些包包啊、行李。床头的其中一侧有插座，有一个小冰箱。房间里面有提供这个延长线，蛮不错的。这里呢是厕所，空间算还 OK， 整体洗下来热水器不太热，有提供洗澡洗的床还不错，还蛮好睡的。可能不知道是太累还是床好睡，但我觉得真的吗？就是还蛮好睡的，一躺下去就睡着了。我觉得它有附2个枕头，还不错，一个硬的，一个软的，所以一个可以抱着，一个可以躺在这里。卫生的话，我觉得有一点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我在里面洗衣服的时候发现那个蟑螂。我是觉得浴室有点就是不 OK， 是因为它可能都给外国人住，它那个挂得很高。哦，对，这边比较多外国人，所以它那个很高。浴室也没有挂的地方，就没有什么挂头。但是因为它那个是没有干湿分离，所以就很容易把拖到其他东西。然后浴室里面这个卫生纸就很容易破湿掉。大家来的话，如果是住这间，它有可以搬行李的服务，会有个那种小推车。我们来的时候不知道，因为它的 Google 上面没有电话，联系不到，所以退房的时候也可以请他帮你推，这样推到码头。来的时候也可以请他推，因为我们是从像 Agoda、Booking.com 这种订房网站，我们是从那种订房网站订，你就是从订房网站的私讯给他们。后来我有去问说，那这个服务是有提供，就是所有进来入住加退房嘛？然后他们说对，可以直接用讯息私讯他们这样。今天我们要搭船回去，订了11点的船票，然后会搭渡轮回去，一路就是从码头那边，就是跟下船的时候一样，就是一路走到码头。11点开船，所以10点半的时候就要往这个地方走。这边有个绿色帐篷，然后一直往前走。这边呢会有一个走道，然后就在这边排队，然后上船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搭的船。刚刚那个绿色帐篷的地方呢，工作人员说不能领票，所以要一路走到船这边，然后大家塞在这边，然后不给上船。给的资讯上面是写说在绿色帐篷下面领票，但是绿色帐篷那边的工作人员不给领票，所以等于说网络上订票还要再走到这边出来领票，就是身上要有贴纸的才可以走上去。给衣服，爸爸，那个不能弄丢哦，因为上面它还要写我们要去的地方。上船之后呢，这边是行李寄放区，行李就会叠在这边，感觉有点恐怖，因为旁边就是海。下船也超混乱的，会找不到自己的行李，因为行李是统一由船夫直接拿到这边，
但是会找不到自己的行李，好混乱哦，动线不太好。这个呢，还有含接回饭店，这个可以送到你指定的地点，可以在 KK 店上面的讯息跟他写你想要下车的地点。这次在皮皮岛4天3夜的旅行，从玛雅湾清澈的海水，深潜时惊喜遇到鲨鱼还有海马，最后在观景台看到那幅像山水画一样的夕阳。在看影片的同时，也希望把这份疗愈送给大家。如果你正在计划前往皮皮岛，希望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。最后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